大家好，欢迎来到斑马可可 AI 频道。上一期我们谈了人工智能的诞生，今天我们会深入地探讨人工智能应用的发展还有分类。这2年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简直让人瞠目结舌。新闻里频频出现的 AGI 到底是什么？它和 AI 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的 AI 应用已经发展到了哪一步了？人工智能真的已经超越人类了吗？别急，今天我们就来一一揭晓。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它的定义五花八门，但核心思想是一致的。AGI 是一种能够像人类一样理解、学习，并将知识应用于广泛任务的人工智能。维基百科认为 ，AGI 是一种假设性的智能代理，它可以学习完成人类或动物可以执行的任何智力任务。OpenAI 将其描述为在大多数具有经济价值的工作当中，胜过人类的高度自主系统。AI 专家 Gary Marcus 则将其定义为任何灵活且普适的智能，具备和人类智能相媲美或超过人类的智能和可靠性。由此可见 ，AGI 的定义虽然细节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让 AI 像人类一样的全能。AI 的分类方法有很多，今天我们就从广泛被接受的3分类法开始。这种方法将 AI 分为了 ANI、AGI 和 ASI。ANI 也被称为是 Narrow AI， 它是狭义人工智能的缩写，也称为是弱人工智能。ANI 是当今最流行的人工智能类型之一。它可以被训练来执行单一或者是狭窄的任务，通常比人类的思维更快更好。然而，它无法在定义的任务之外执行。能够打败国际象棋大师的 AI 依然是不会说话、不会烧饭的。相反，它针对的是认知能力比较单一的任务，并且在该范围内取得进步。我们熟知的 Siri、亚马逊的 Alexa 还有 IBM Watson 就是狭义人工智能的例子。即使是 OpenAI 的 ChatGPT 最早的版本，也是被认为是一种狭义的人工智能，因为它仅限于基于文本的聊天这一单一的任务。通用的人工智能 AGI 又称强人工智能，它可以利用以前的学习和技能，在不同的环境下完成新任务，而不需要人类训练底层的模型。这种能力使得 AGI 能够学习和执行人类可以完成的任何智力任务。ASI 也称为 Super AI， 通常被认为是超级人工智能。它目前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如果有一天超级人工智能成为现实，它将能够思考、推理、学习、做出判断，并拥有超越人类的认知能力。很多的科幻电影，还有人类科技基点的到来的想象，都描述了超级人工智能的场景。它常常被认为是既让人兴奋又让人担忧的存在。以上的这个方法，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简单粗暴3分类。这种方法从功能的角度比较直接地将 AI 进行了分类，而且可以大概地描述 AGI 就是 AI 的第2发展阶段。如果你对 AI 技术感兴趣，那这种分类法你一定不能错过。有些人按照算法原理分，就像这张图表示的那样。机器学习是 AI 的一个子集，而深度学习又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子集。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子集，怎么理解呢？机器学习专注于算法和统计模型，它使计算机能够从数据当中学习，并且根据数据做出预测或者决策，而不需要针对每项任务进行明确的编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加法，像图中所显示的经典的程序设计方法，我们是先学会了加法的规则，然后给了2个数据1和2，经过计算器的计算得到了3的答案。然而，机器学习是不停地告诉你，输入是1、2，输出是3；输入是1、3，输出是4；输入是41和59，输出是100。
通过海量的输入和输出数据，让机器自己去学习其中的规则，这就要比经典的程序设计要智能很多了。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分支，它使用多层神经网络，也称为深度神经网络，来模拟人脑的复杂决策能力。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底层的神经网络架构的结构。深度学习模型使用3层或者是更多层来训练模型，它在处理大模型、高维数据方面的强大能力，使得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以及语音识别方面进展显著。这种分类法比较适合想要深入研究 AI 的人，因为它非常清晰地解释了算法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种是我比较喜欢的，是在2024年6月由 Google DeepMind 发表的一篇论文 Position Levels of AGI for Operationalizing Progress on the Path to AGI， 也就是立场 AGI 的各个级别助力 AGI 道路上的发展。这篇论文，它用一张2维的表来呈现 AI 应用的深度和广度。这张表不仅解释了 AI 的分类问题，还描述了 AI 和 AGI 的发展的路线图。在这张表里面，横轴表示的是 AI 功能的广度，从狭义 AI 到广义 AI。横轴有点像刚才的那个简单粗暴3分类。纵轴表示的是 AI 功能的深度，分为6个级别。级别0是 No AI， 也就是没有 AI。其中狭义 AI 的例子举的是计算器还有编译器，它们都是因特网时代的产物。通用 AI 举的例子是人机交互计算，比如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的平台。级别1是新兴 AI， 在狭义 AI 当中有 GoFi， 也就是 Good Old-Fashioned AI 的缩写，有效的老式人工智能。还有是基于 if-else 的简单的规则系统。级别1的广义 AI 就有点有趣了，它是把几个现在非常流行的大语言模型都放在了这里。我是有点不太乐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 AI 应用程序的写作速度、结构化语言还有巨大的信息量。说实在的，我是觉得自己写不过他们的。如果你也写不过他们，那咱们根据这个定义就被定义为 unskilled human。我觉得这种场景在未来可能时常发生。机器比人更擅长某些事情，那我们都变成了 unskilled human 了。所以在 AGI 普及之前，更多的学会和运用这个工具会是每个人很重要的课题。另外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是，这里是 AGI 目前最前沿的应用了。因为你看，从 Level 2开始往下，仍然是一片科技未开垦区。而这条路最终指向的右下角的方格，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ASI 超级人工智能的级别。再往下一行 ，Level 2是熟练级别，它的定义是能力要超过50%有技能的成人。狭义 AI 举的例子有我们比较熟悉的 AI 语音助手，另外还有恶意评论检测器。恶意评论检测器举个例子，就是 Twitter 之前禁止了川普的一些评论，就因为他的评论是有暴力倾向，是有恶意的。当然，这个功能，这个检测器现在应该是已经不存在了。除此以外，狭义的 AI 里面还有 VQA 视觉问题的回答系统等等。Level 3是专家级别，要超过至少90%的有技能的成人。专家级别狭义 AI 有 Grammarly 这些语法拼写纠正的系统，以及一些很流行的图像生成模型。Level 4是大师级别，要超过99%有技能的成人，也就是说要成为顶尖的1%。大师级别的狭义 AI 举的是2个经典的 AI 和人类冠军对弈下棋的例子，一个是 IBM 的 Deep Blue 深蓝对阵当时的世界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卡斯帕罗夫在1996年于费城举行的第一场比赛当中以4-2获胜。深蓝在1997年于纽约市举行的复赛当中以3.5比2.5获胜。第二场比赛是计算机在锦标赛条件下首次击败世界的象棋冠军。
在14、15年之后，又有一场是阿尔法狗对战李世石，是顶级的围棋选手李世石与 DeepMind 开发的计算机围棋程序 AlphaGo 之间的5局围棋比赛。它于2016年3月9号到15号在韩国首尔举行。AlphaGo 赢得了除了第4局之外的所有比赛。这场比赛常常被拿来和1997年深蓝与加里卡斯帕罗夫之间的历史性国际象棋比赛相提并论。比赛结束之后，韩国围棋协会授予了阿尔法狗围棋大师最高的头衔荣誉9段。这里边2002年深蓝下国际象棋取胜，2016年、17年阿尔法狗才赢得了围棋比赛，相差了15年。这个围棋要比国际象棋要难这么多的吗？ Level 5是超人类级别，他举了3个例子，一个是 AlphaFold， 它是 DeepMind 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用于预测蛋白质的结构。另外2个都是下棋的 AI 应用 ，AlphaZero 和 Stockfish。有趣的是，去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德米斯·哈萨比斯，他的工作出现在了红色的方框当中。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既在 ANI 的最前沿，又在 AGI 的最前沿。虽然说这篇文章是 DeepMind 的文章，他是 DeepMind 的老板，但这些工作还是肉眼可见的领先，所以我觉得他拿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另外，他也用 AI 做博弈游戏，模拟各个国家如何用积极的劝说的方式，或者是消极的威胁的方式，以及媒体的传播等等方式去影响群体，去支持自己，也有互相之间的竞争，还有合作的策略。我没有玩过这款游戏，但看着这些描述，会觉得这款游戏能够让玩家有更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粗浅而且直观的体验。最后的最后，你觉得 AI 会全面超越人类吗？后 AI 时代，世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